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今天是第4期啊，在第4期里我们要聊些什么呢？大家看标题就知道啊，会聊一些挺有意思的语言点啊。毕竟我们是一个中文播客，但是呢，大家也要有一个预期，就是我不会简简单单只是聊一个语言点啊。首先，咱们从这个语言点进入这个话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说上厕所而不是下厕所？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个短片儿啊，然后呢，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啊，就是因为在古代啊，比如说那种四合院儿里头啊，一般厕所呢都是会建在比较高点的地方啊。就是你要去厕所，你得爬一些楼梯才能上去。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厕所啊，一般情况下底下就是猪圈。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呢？就是在猪圈，猪是不是能吃人的排泄物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反正都是挺污秽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其实今天不仅仅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好像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啊，原来如此啊，而是我想说，就是上厕所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词汇，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其实作为母语者，基本上是不会去想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不是下厕所，为什么不是去厕所，偏偏是上厕所。而且像上厕所一样的词汇，其实还有几个，比如说上班儿、上课、上学。为什么是上呢？好像上这个字儿在古代还有开始一件什么什么事情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这些说法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是习惯一些东西，习惯一些说法，然后我们不会再去探究，不会再去想了解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对待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一样，甚至就像我们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一样。你好好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挺久了，比如说我在西安生活了很久，我就是最早来西安的时候，对西安还有点这种探索的欲望，想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一天天过去，我在这个城市里头，只在一片小小的地方生活，渐渐的我变得麻木了，渐渐的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抱有任何好奇之心。我住在西安的南边，南郊。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从南郊出去过，我没有去过东北西这3个方向，也没有去过市中心，这是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不想去，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西安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有很多景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不远千里不远万里从国内各个地方，从国外各个地方来到西安，就是为了看一下这个大雁塔，看一下这个大唐不夜城，吃一些西安的美食。但这所有东西对我而言都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他们对我都失去了吸引力。我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这种新鲜的面貌是抱有好奇心的，渐渐的，它在我眼里很快的就变得不再神秘，不再新奇，不再新鲜，它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我生活的城市而已。我想这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如此。想想看，从城市到人，是不是你曾经所爱的这么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最终你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他追求到手了。假如你们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是你追求的他，一开始他是高高在上的，你追求到他，你得到了他，然后慢慢的，你是不是会发现，好像他已经被你拉到了地面上，好像他已经不再是神了，他神秘的那层面纱已经被你揭开了，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它在你眼里就会慢慢的变得平常、平凡，没有任何魅力可言。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我觉得从这个上厕所引到人生，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内在都有很强的联系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去追寻一些东西，追寻一些梦想。比如说中国人常常说诗与远方，对吧？把远方和诗关联在一起，好像在远方是像诗一样美好的这个世界。但是假如你真的去了远方，假如你真的身处远方，这个远方对你而言它就会变得非常近，近到让你觉得可憎，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你又开始羡慕另外一个远方。其实一切都在你内心，你内心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城市也罢，人也罢，远方也罢，在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里头，肯定慢慢的会祛魅，然后慢慢变得麻木，慢慢变得不再关心。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这个人，你内心是很丰盈的，我会用丰盈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的内心假如是丰盈的，他其实不管住在任何地方，不管和任何一个人绑在一块生活，不管他的工作环境是如何的，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内心是丰盈的。其实这个点大家可能会听得很奇怪，中国人常常把一个人的想法用心来说，比如说我心里觉得我心上装了一个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心它只是一个供血的工具，当然没有心，心停止跳动了，我们就死了。但是真正思考的，真正有想法的是我们的脑子。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心。心不只是一个思考的工具，其实同时也能带给你一些在道德上的规范约束啊。怎么又扯远了？那怎么拉回来？回来吧，来到心。我说我的心要丰盈，其实指的是我脑子要丰盈，要丰富，要包罗万象，不仅仅只是聚焦在生活的某一个点上，而是从这个点可以无限的扩散出去。我不会让自己限定在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头，因为我的精神世界是无边无垠的，没有边界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值得我去探索，而且可能我一辈子都探索不完。虽然很多时候我都身处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但是其实我同时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存在着，生活着，思考着。一天一天的过着我的生活，品味着一天一天的生活带给我的滋味儿。好了，今天咱们从厕所聊到了如此广大的世界啊！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请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一些鼓励。那么咱们下次再见。